说起这个炒福建面呢，你会联想起我们在小贩中心常吃的福建炒虾面呢，还是福建餐馆或者是煮炒档啊用黑酱油炒的福建面呢？其实啊，不管是什么派的福建面，在福建原乡都找不到，因为他们是早期的福建移民来到南洋之后，在这里就地取材，以家乡的炒面为基础改变而成的。黑派的炒福建面呢，据说呢是吉隆坡那边呢传过来的。那本地白派的福建炒虾面呢，它的起源呢也是众说纷纭。那究竟啊，古早味的福建炒虾面味道呢是怎么样的？今天就让我跟 Chef 贾士丁呢一起看个究竟。Hello, Justin. Hello， 哎，请坐，请坐。Hi， 我是 Chef Justin， 我是一名法国料理的厨师。我喜欢尝试新的烹饪技术，用不同产地的食材来创造新的菜式。我相信烹饪是一种无言的交流模式，味道是人类共通的语言。我对寻找古早味很感兴趣，了解味道的起源。以及从前的人为什么会使用某些食材是很重要的。哇，这是你准备给我吃的啊？对，这个是我的 Hokkien 米。哇哦，那个米跟米粉是手动，还有鸡蛋。 OK，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那个 yellow 米，还有那个粗米粉。是。这个是我的面，我把黄面搅成一个 puree， 然后烘干它，然后去炸。所以这一道菜我没有放一个猪油渣，那个 crispy 的口感是用这个黄面的。这个使我想起狗人比上的味道，为什么啊？因为你那个狗肉包的味道，对不对？是。然后这个虾的处理方式呢，又是非常的不一样了。这个是日本的阿玛伊比 sweet shrimp， 呀，上面可以看到那个胶纹，感觉上啊，我应该可以吃到炭香的那个味道。的确是有那个炭香的味道，因为你知道啊，传统的这个福建炒虾面呢，他们是用火炭来炒的。对，所以这一点 OK。现在我要吃你的米粉。这个手中煮得恰到好处，咬的时候呢带点弹性 ，very good。请问你对这个福建炒虾面的印象是什么呢？有没有任何的一些记忆呢？啊，有啊，小时候每个礼拜六，我妈妈会去巴萨打包福建炒虾面给我们吃，所以这个 Hokkien 米是一个 family meal 啊。每个礼拜六我会想，到那个时候可以吃炒虾面了。OK， 所以我跟你说啦，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去拜访的一些档啊，他们大致上呢都是有50年以上的这种老字号来的。因为我觉得这些老师傅呢，他们呢真的是有多年的经验，当他们乐意跟你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你会获益不浅。好，那我再吃多几口，我们就出发了哈。好，可以。黄老板，哎 ，Hello， 你好。哎，你好。你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当初是在什么地方开始？起初是在后港6条是那个南星的咖啡店前面摆摊，所以那时候你是在咖啡店里面啊？没有在五角鸡，那个火炭的炉啊放在地上。为什么要放在地上？以前就是坐在凳子上哦，是半蹲半坐的炒咯。要人家说啊，这个是托卡米。给糯米，这矮炉面啊叫给糯米。原来如此啊！然后从这边你就搬去 Simon Road 啊，因为90年那边赶迁啊，是，那我就暂时休息，慢慢物色地方啦。这样我就看中这边呢，我选择这边。为什么你会选这边呢？因为你经常出国哈，要去港湾 Airport 啦。这里靠近市区啦，巴萨又大，人潮又多，那我看有不错了，就拿这边。但现在是你还在炒吗？这个你我大儿子啊，所以他算是第2代了，应该是第3代了。第3代，我老爸第1代，我第2代。哦，你老爸也炒？以前我老爸在这个东街以前啊，前面摆摊呢，我就是在那边学的。不如这样子，你进去里面啊，等一下我炒你炒了，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来谈啊，好不好？所以你炒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啊，可以。哦，很好。OK， 坐好。好办。好了，
Justin 不是你炒的吧？不是老板炒的啊，OK。那老板在还没有问你问题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趁热吃嘛，对不对？对，才可以吃出那个味道。为什么没有猪油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次是发生猪瘟啊，那我就顺便跟他改掉了，不过古早味的炒福建虾面，它是有用猪油的。用猪油，还有三层肉、油炸、韭菜。那为什么没有放韭菜呢？大多数要求不要哦，我就跟他改掉了。 OK， 那时候哦，古早味的那个炒福建虾面啊，跟现在的炒福建虾面，它的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因为我坚持用幼米粉嘛，所以以前也是用幼米粉的吗？然后我老爸也是用幼米粉。哦，他说用粗米粉要炒出它的香味啊，它的时间会比幼米粉来的长。所以早期哦，他们也是用这种黄面的嘛。幼米粉、豆芽这3样而已，然后放一点虾汤，炒一下，给它焖哦，给它吸收它的汤汁哦。那虾汤呢？虾汤是猪骨、喇拉，还有江鱼仔、虾壳，还有放一些油炸下去滚。通常焖多长的时间？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熬的那个高汤嘛，对不对？当你盖起来焖的时候啊，就是让那些面条吸收那个汤汁。对，只要你开起来看一下米粉面差不多干了啊，差不多要出味了，你就要爆香了。这一点呢，你要不要写下来？啊，很好笑嘞，我从来没有跟一个 chef 哦，其他的 chef 也有啦，可是他们呢是偷偷的。不过这个是光明真的拿一本书，而且是全新的一本书，然后已经做了很多的那个笔记了啊。OK， 那你的这个速冻哈跟虾是要怎么样的处理过程呢？最重要啊，你洗干净了啊，等它的水滚了，你才倒下去。啊 ，OK， 盖住啊，给它5分钟、10分钟左右啦。是。它水滚了啊，你马上要捞起来。捞起来的时候还要过冷水，所以它的口感它比较的肉不会硬气了。对。另外一点来了，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你这里哦就是配这个酱青还有红切辣椒而已。你一盘面啊炒出来，你配这个切的红辣椒啊，你可以吃到古早味的这个罗州米啊。起初是我老爸跟我大伯啊，一开始就在罗州那边摆摊做起了，这样人家就叫做哦这个罗州米这样，他就是配这个切的红辣椒。啊，所以那时候 Roger Road 是很多这些炒下面的嘛，没有，只有他一间而已。只有那一间而已啊。哇，如果说早期人家把这个福建炒虾面叫成罗州米，就是因为他的爸爸跟他的大伯的关系来讲的话，今天他讲的一切呢，你就要全部记载在那边了。我写了很多。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啦，这个酸干，这个是去油了，不要给它太腻。所以你爸爸的年代的时候，他是有用酸干的吗？有，就是这2样，切的红辣椒跟酸干两样而已。哦，麻辣酱没有。现在我也是专一的，如果人家说有没有麻辣酱，你还吃辣椒啊？我说对不起啊，你要麻辣酱辣椒你要自备的吧。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煮的这盘炒下面，你爸爸吃的时候，他会不会满意呢？应该会的，因为我炒的步骤啦，它的味道啊，跟它相差不会很远，还是有它的古早味。OK， 非常感谢你啊，今天呢跟我们分享你的秘诀啊。不过呢，又因为你今天的那句话哈，他在还原的那天一定要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而且要用火炭来炒。最重要，你这火候要炒得够。要控制得好，你都讲到用那个火炭了，然后火炭怎么开？火炭也是有就是旁边的那个，以前用火炭是这样，不够热就用扇子扇哦。如果太热了，备一个铁板啊，是跟它挡住了，不然给它烧焦了。他说哦，火太热了，有一个专门在照顾它的火炉的。那我炒的时候你帮我扇啊，可以吗？哦，我最厉害煽风点火了。Hello， 你好。Hello，我要福建炒虾面。福建炒虾面的，这边吃的还是吃的啦，我肚子很饿了。 ？OK，so sorry 啊，我们这边没有卖给你吃的 ，but 我们有这包藤条包了，
啊，是可以自己煮的啦。哦其实是带回家煮的，but for you, I think 我们可以在这边煮。在这个节目里头啊，我倒是还没有煮过东西哦，这是第一回哦。OK， 所以这个烹调包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前面摆的这些哦，都是在里头。全部在里面。这边有这个虾跟这个辣辣都已经煮熟了，然后这个是米粉，米粉跟黄色的面呢，已经炒过一次了。这是我们的汤还有蛋，跟韭菜，这个，川干，然后这个是猪油渣，然后这个是个sambal。辣椒啦，不是3包等一下给你尝一下。 OK， 首先第一步骤是什么呢？要放什么？第一步，先把这个汤放在锅里面。你的这个汤里头哈，是用什么来煮的呢？这个高汤有虾壳跟它的虾头啦，我们炒了一下，还有我们用烟熏的五花肉、蹄跟猪油跟里面的软骨那个肉全部丢进去，面放进去了之后呢，它会把这个我们熬的汤吸起来了。哎，你用的是粗米粉，粗米粉。为什么会想到要用粗米粉呢？我觉得幼米粉的它的口感不理想OK， 你是要它比较弹牙，比较有韧性在那边呢。为什么你会想到把这个福建炒虾面呢做成这样的一个包装呢？因为面类的东西尤其是 for takeaways 买了之后它的口感会变。是，因为那个面会吸收那个酱汁，拿回家之后软绵绵的，不好吃的，糊了是，但是我们的猪油跟大蒜已经炒出来了。Awesome！ 现在这边我们加的是韭菜跟蛋啦。我们的海鲜可以有2种，有拉拉跟虾。because 这个拉拉跟这个虾全部已经是煮好了，只要给它弄烧一点了。I think this is about done already。来尝一尝。不错哦，这个真的呢，就是有那些小贩炒的味道，甚至可以说是很有那个家的味道，因为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非常的分明，非常的鲜明。OK， 可以上碟了吗？可以上碟了。OK，very good。就这样子，你在家里就可以炒出一盘香喷喷的福建炒虾面。OK， 刚才我已经吃到那个没有那个辣椒的味道了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其实我可以跟它摊盘这样子吃一口。它好吃不好吃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它的味道呢是非常的浓郁，而且呢还有那个 smoky taste。这个辣辣很鲜甜，然后有咬劲。虾，我跟你讲，这个福建炒虾面虾是非常的重要。你们应该有听到，对不对？它还有那个 crunch 在那边，就是它的整个那个肉质呢非常的好，非常的鲜甜。一点都不粉，谢谢你今天给我吃的这盘福建炒虾面。Thank you。今天真的是一个 twist， 因为通常呢都是人家炒好便的，不过现在呢是自个让它翻炒出来，9分钟之内哦。OK 了，厉害了。Chef Justin， 你知不知道现在呢，用这个火炭来炒这个福建虾面的摊贩呢是少之又少。不过现在你要见的这位Uncle Alex 呢，他很坚持，到现在呢还是用火炭。那我一定要跟他好好学，今天用火炭炒虾面。是。Hello Uncle Alex。老板，你好，听说你还是坚持用火炭来炒对，以前我爸爸炒，我们就跟着他这样的手艺了。可是已经有很多人现在都开始用这个煤气了嘛，对不对？因为煤气的香味不同嘛。你看我放了我的火上很快。所以当你有这个火炭，而且是这样子的话你是怎么控制你的火候的？因为我们是用 blower， 我的水在这边。所以当你要火大的时候那个风就要大。所以现在我没有开，我关掉你看到火是 normal， 就是慢慢焖啦。这样子的话，可以麻烦你帮我们炒2盘这个福建炒虾面，好，然后给我们试试看。好，你留在这里看，因为这里很凉爽。你坐先。老板，你继续，我要看你怎样煮。好，我在这炒。让你给它慢慢提上的味道出来，不要紧张放下去就没有用那个面就没有味道了。看它怎么出来豆芽放进去了。所以那个面跟米粉的分量是面多了。面多比较好吃。像这个盘的名称就是这样，你这样子是对吗？不可以中间斩下去。看它的铲。这个要15年有这么大。对咯。现在我要跟你讲，你炒，
OK 不要紧张啊，不会超大的。哦，跟他这样啊，就这样啊。啊，拉开拉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会断的。你看它往拉啊，变粗一点 OK 啊，OK， 好了，我要放山头了。 OK 连这个也要 control， 不要黑气哦，黑气人家吃到苦哦。OK OK。连这个汤哦，慢慢来，这样会比较香的面嘛。啊，这样对下去，连这边来，这样才 OK。 哎，可以吃哇，了。重点是谁炒的？不是我啦，老板炒的。老板炒的哈。他有份啊，他也是。OK， 在我印象当中啦，这个福建炒虾面呢，该有的东西呢，它几乎呢全部呢就在这盘上面。首先呢就是虾，然后烧冬、三神肉，还有2种不同的辣椒，然后这个很重要。来 OK。我从这边还可以闻到那刚刚味道。哎呦，你姓王咩？自卖自夸。等一下，我先吃一口先。应该你要分3次吃的，第1次没有辣椒，它的口味。 第2次是 second generation 那个三把，吃了有八件的味道。第3个是切的辣椒，你为什么说是 second generation 呢？因为这边88人很多，他很喜欢吃三八，所以我们就做三八。但是以前的时候你没有以前没有放那个什么，以前只是切辣椒。那炒虾面最重要的秘诀可以跟我说吗？我早早有听教你，有跟你讲了，炒面没有秘诀，是你没有注意听。炒面就是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脑，用你的心在那边。所以你在炒的东西就是你自己 control 你的 fire， 然后那个东西就会有网黑有香的味道啦。不可以听他这么讲，给我一盘很湿的，我一盘干干的，不要去踩它。菠萝有咸的，就是去炒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会比较方便一点啦，因为你只有一个 customer， 那个 customer 呢就是我，我不会一下子跟你说我要很 wet 的，不会一下子跟你说我要很 dry 的，我会大致上呢跟你说炒出一盘好吃的福建虾面，最主要的呢就是你的猪油渣要够，然后我要看你的眼睛有在看，然后你的心很专注呀。明白吗？明白。还有什么问题吗？老板，你今天用是什么火炭啊？是不是跟以前一样的？以前是他来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可是有的炭是真的很恐怖的，就是那种正低热的。哦。正低热很大火辣，可是它的烟也是很大，看你的脸是很黑，那个 smoke 嘛，那个很怪人的。还有一种福建讲怕什么，是你的手这样打，这样是不会脆的，而且你放进去哦，你不用磨多了。它自己跟你啪啪啪啪啪啪啪出来了，很恐怖，好像那黑胡椒的螃蟹嘛，全部都一样。在里面呢，通常那个是黑胡椒福建面。所以今天你用的是什么火炭？我用这是木的，它没有蒸油，不会 spark 的。你放进去啊，它烧很快，好像在烧木一样。所以我跟你讲，当我们还原的时候一定要买对的火炭呢。要不然老板你可以介绍我吗？你的火炭的 supplier？ 何必要去找 supplier？ 不用，你又不是要买一大堆啊，你来这边拿就好。对，然后就是等待那个这句话而已嘛。这边有，这边拿就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对我来说，记忆中的古早味的福建炒面呢，应该是黑派的，就是吉隆坡的那一种版本。还记得小时候呢，爸爸就带我到了吉隆坡的个市场街啊，我就在那边的一个档口呢，就吃了这个福建炒面。至今呢，我还是对那个味道呢念念不忘。所以今天呢，我要去拜访这间福建菜馆，去试试他们的福建炒面，看是否能找到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味道。阿 boy， 我等久了。来，阿 boy 啊，好。今天炒的这煲是你们现在卖的吗？这个是以前我太妈留下来的做法，所以不是你们现在卖的，所以这个是古早味的，古早味真正的古早味的。OK， 在你还没有说之前我就试了，我肚子有点小饿。你里头有什么用料啊？我看一下，有虾、猪肉片、猪肉片、芋头，哈，芋头芋头啊，为什么有芋头的？福建人都是比较喜欢用芋头来烹饪。
哦，以前你们的版本是有的哈。对，让我吃，差不多是那个味道，没差很远。你里头有用扁鱼，我们也有放猪骨、鸡骨、嗯扁鱼来熬那个汤，焖这个福建面。据说黑派福建炒面源自于1920年代的吉隆坡，由来自中国福建省安溪县的王金莲所创。它以家乡面食作为基础，因应南洋气候和不同籍贯食客的口味要求，加入了黑酱油、扁鱼粉和大量猪油渣，再以炭火炒出了充满南洋风味的一道面食。而白派的福建炒虾面，则是由本地福建先民所创，而且和娘惹炒面有着一段美食渊源。那原乡在福建有没有白派的福建炒虾面？我所知道，是我太妈所说的，就是福建炒虾面，中国是没有的。啊，我们或许可以下一个定论啊，就是在原乡那边呢，福建那边呢是没有福建炒虾面，而福建炒虾面呢，其实就是在南洋这里啊才开始的。哦，哇哦，至少我可以 conclude 一样东西。Cheers。查司令，有人说啊，这个福建炒虾面呢是源自这个娘惹炒面，也有人说娘惹炒面的灵感来自福建炒虾面。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去试一试这个娘惹炒面啊，看他们有没有相似之处。或许呢，从中呢我们可以发掘到啊，古早味的福建炒虾面的蛛丝马迹。Hey Susan，Hi Vivian，Hi，这个就是牛娘米。对，哇，首先呢，那个卖相呢，就跟我们习惯的这个福建炒虾面哦，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啊。我们糯娘米是没有米粉的，本来只是黄面而已。所以你们这里没有放什么韭菜，不过你们放的是瓮菜、干贡。干公呀，我觉得他们的汤也是不一样的，是加了多一个 ingredient。加了多一个 ingredient。你试试看。是不是那个豆浆是吗？是豆浆，对。其实我觉得啊，坦白说啦，当我这样子吃的时候呢，整体的感觉的确跟福建炒虾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觉得唯一不同的是你的这一道多一个甜味。你们是有加了什么甜的东西吗？有一点点冰糖放在汤里面。呀。OK， 所以 Auntie Vivian。Yes. What happens with the traditional Hokkien style of prawn noodles when they fry it? They do put a lid on and let it simmer for quite a while for the noodles to absorb the broth and stuff like that. Do y'all do the same way for this one? We don't. You don't, right? That's right. 对，所以我就发觉到了，好像我们在吃我们的比较传统的福建炒虾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面条它已经吸收了那个高汤，所以那个味道是从里到外这样子散发出来的。不过这一道呢，我觉得它就是那个黄面的那个味道。不过当你跟着这个汤汁一块儿的时候呢，它的味道呢就有很浓郁的那个虾的味道。不过这个本拉张啊，我就蛮好奇的。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啊吃这个福建炒虾面的时候啊？那时候啊，他们有没有三包本拉张的？没有，没有的。只是切辣椒，切红辣椒。其实我觉得有了那个三包本拉张哈，再加上那个福建虾面呢，真的加分很多。对。可是当然，这个娘惹式的三包本拉张呢，它的一大特点呢，就是它的是生的，它没有炒过的，它唯有呢就是那个本拉张本身呢只有 toasted 过，对不对？然后那些辣椒磨了，就这样子掺在一块儿呀。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他们的相似，然后又不相似之处呢，当然就是那个鸡蛋的处理。哎，我们的糯娘炒面是没有鸡蛋在里面一起炒的，鸡蛋是切薄薄来摆美的。其实我很好奇，Nyonya Mi, what's the history behind it? As far as I know, it is our birthdays that we have it for it, the birthday noodles. You don't have cake one, Well, you can have it if you want to. Okay. But those days, way back, early Singapore, it's very hard to have cakes. Right. So I think birthday noodles is, it's Also noodles, longevity, right? That's So right. yeah, 那个也是华人的传统嘛，就是生日的时候才吃这个面啊。So Auntie Vivian, the traditional Nyonya Mi, it tastes and looks something like this. Yes. 他们在家里其实是没有手动的。 Some people use, some people don't. 因为这里很多人来说，
哎，how come 没有手动啊？说我们 have a discussion， 可以放进去，不是说不可以了，他们的家里是 actually 没有手动的，只是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啊。或许是因为那些来这边吃这个面的顾客，他们曾经也吃过福建炒虾面，他们就觉得，这个炒虾面里面应该要有手动的，所以我觉得呢，他们是互相被影响到了。Cultural crossroad 呀，所以我相信或许有可能这个福建炒虾面呢，跟这个娘惹的这个咪呢，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感应，然后呢就互相的搭配，然后变成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这个福建炒虾面。不过最主要的是，只要东西好吃，那就胜过一切了。是啦。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us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哇哦，好大一碗面哦 ！Hello， 维多利亚，你好。Hello。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的 Hokkien Vongole。对。我先尝一尝。好啊。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意大利式的福建炒面呢？因为之前我们是在隔壁租了一个新开一个西餐厅，然后那里有一个叫Vongole Linguini 的，非常的受欢迎。然后我们想要开餐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本地的 version。可是我发觉到就是它有几样东西呢，就跟我们熟悉的这个福建炒虾面呢，是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我没有看到黄面。其实我本人不太喜欢吃黄面，我不太喜欢那个碱的味道。是。而且我觉得粗米粉它可以就是吸收所有这个蛤蜊的新鲜味道在里面。是。另外一个当然很明显的你就少了这个虾，还有索东，取代的呢当然就是这个蛤蜊。对。我们想要把它做成像本地 style 的福建炒虾面，可是我们却不想用猪油渣，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味道有点相撞。所以你觉得这盘面是比较像我们传统的福建炒虾面呢，还是意大利式的那个意大利面呢？我觉得应该78%像我们本地的福建虾面吧，因为如果是意大利式的话，我们采用白酒。而且我觉得面跟那个焖法、跟煮法，其实都是跟我们本地的虾面是一样的。所以刚才你说其中的一个相似的部分就是它有焖煮嘛，对不对？所以你整个的烹煮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有我们自己调的那个上汤，我们只坚持用新鲜的蛤蜊，然后我们就放那个面下去，就给它吸收那个上汤的精华。是。然后我们才加那个蛋。就焖到那个味道差不多，我们就可以上来。在整个煮法工序，它的过程是蛮相似，所以每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呢，不单单只是那个米粉的那个味道，而是它中间所吸的那些酱汁。对，蛮有创意的，蛮有创意的。我相信就是那些想要吃到一些那个海鲜味，然后不是重口味面类的食物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谢谢。Yeah。我们现在要去的这档福建炒虾面呢，算是蛮有历史的。然后老板呢，就在80年代呢就很出名了。他炒面的时候呢，总喜欢呢穿着这长袖的衬衫，还有戴名牌的手表，而且呢一整年只是在初一还有年除夕休假，你可以吗？才休2天不行太累了。Of course。陈老板 ，Hello， 你好。你好，早安。早。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炒这个福建面的？1963年。你是跟谁学的？江阴 Village 和我的堂哥。后来学完了之后，你就自己有自己的生意啦？有，我自己家人家用，和我另外一个堂哥合股。我17岁就当老板了。哇，厉害哦！可是那时候你的顾客大多数是哪一些人呢？英军哦。
哦来到71年的英军退了，我就跟人家租个摊位了。是，这样什么时候来这里呢？这边已经来到10多20年了。那老板，古早味的炒虾面是怎样做的？我现在就炒一盘给你吃了。啊，就等你这一句话了。来，请。 OK。 哇，你的这盘哈看了非常的诱人，这香味齐全。等一下，我先吃那个还没有沾上那个本拉沾的啊。口味啊。你的猪油渣很新鲜啊，你是每天早上做的啊？每天做的，拜六礼拜一定要20公斤以上的，平常是15公斤。 猪油渣你要炸到它金黄色，你就放在那边，不要去捞它的。等它沉下去，你就开可以捞。所以你锅里面你放一点猪油，然后放你的生的猪油，慢慢煮它。啊，主要那个猪油蛮新鲜的，那个里面内脏的油都不要。其实我要问那个问题，因为猪油有2样，一个是比较靠近这边的，另外一个是这边。你那是这边的是吗？华语怎样说啊？这边奶油。所以你订货的时候是怎样跟他们讲？没有啦，我们说我们要买好的，他就会买。所以你早上一来的时候，你要准备虾嘛，然后你对呢，洗虾、杀虾先。这个虾它熟冻度是不可以太熟，只是可以7分熟而已。OK， 因为我们要再炒多一下了。啊。 那你煮虾的时候，那个汤会不会丢掉，还是说是倒在汤里面哦？啊，现在就开始一直熬的，我们的火没有关，到晚上12点半才关。明天早上来又烧，又再煮，所以你根本没有丢掉啊？是从来没有丢掉的。哇，所以你煮60多年，没有丢掉你的？没有。哇，所以每天都这样子做啊？对。 越做越兴气。我听我的撰稿讲啦，你一整年363天你是在工作的，每天做。为什么？ 7点啊？为什么？因为我习惯，我7点多就来啊。那你卖到几点？卖到凌晨12点半。你真的是对这个炒福建面很有热忱。对。OK， 那请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古早味的炒福建虾面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最主要这个上汤。你的上汤里头有什么东西啊？里面有大骨，猪皮、虾壳。 为什么要放猪皮啊？猪皮就是有胶质的东西，炒出来然后就是黏黏的。怪不得你没有发觉到他们在吃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面啊已经吸收了那个汤汁嘛，对，所以你在咀嚼的时候呢，它真的有更深一层的味道在里边。可是哦，你有没有发觉到？ 一个米粉来的，为什么你用粗米粉啊？因为以前是用幼米粉啊，以前我也是用幼米粉，可是有生意的时候出的比较耐嘛，你20盘炒出来味道是一样的。你炒幼米粉炒2、3盘不够分又再炒，浪费时间。所以是因为生意太好了，所以用粗米粉。还有另外一点啊，你的炒法哈跟一般人的炒法不一样，因为大多人的炒法啦就是从头一直做到尾啊，可是你是分成3次来炒啊，对，第一次就是放一点上汤，炒到烧就放豆芽，均匀了你就拿上来。第2次啊，你就放蒜米，炒到它金黄色，就倒下去。所以是第3次的时候，就是当顾客点菜的时候啊。那第3个步骤你才加什么东西呢？放那个鸡蛋下去哦，你要几盘就放几个下去哦。是拿你的料下去了就炒。你煮第3轮的时候，你没有放到姜青还是？不用的，什么都不用放的，因为汤汁里面已经有。但是以前我听说是用虾露来的是吗？虾露以前是60年代，是香港来，现在没有来了。它的味道是怎样的？就是好像鱼露一样，但是有那个虾的香味道，有一点甜度是吗？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一直在找啦，我有找到那个猪油渣，可是我找不到那个3层肉。现在没有放3层肉的，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比较不喜欢吃，他看到肥他就怕了。但是我是年轻人嘞，我接受可以吃这些猪油。猪油渣一个不同，每个人喜欢吃猪油渣，肥肉不敢吃嘞。对了，来你这边吃啊，是不是都会用这个乌巴叶来垫底的？小盘的就没有了，10块以上才有放。用这个叶子有没有加什么味道吗？有，它会保温，还有真的很香。所以怎么样准备这个乌巴叶呢？要烫水吗？没有，它这个来现在人家已经做好了。以前我们60年代啊买的时候要自己去处理，很肮脏的，还要去蒸水，还要去洗，还要去割。现在不用，很好。我这样子问你是很简单的。
这个年轻人他不好意思问，他想问你可不可以跟你拿几片乌巴叶？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他觉得哈，你那只手表也蛮适合他的。可以借一下，可以可以。煮东西的时候我借一下，煮出来比较好吃。啊。我们终于开始还原了这个福建炒虾面了啊！你的本子里头的那些，我已经准备好了。像我们今天要完全靠着你的这个小蓝布，然后不用了，我已经记下来了。真的吗？真的。OK， 好，那你来吧。首先我们准备我们的生料，我要煮熟它。OK， 我们大骨已经放在里面了，所以呢水不要太滚，因为给它慢慢熟。所以这个汤里头你还没有下任何的调味吧？还没有。OK， 所以那个是3层肉。3层肉，对。OK。我们在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开始先做我们的猪油啊？可以可以，我们的锅不要太烧，因为我们要慢慢给那个油。当然，做这个猪油渣的这个方法呢，每个人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好像之前我跟郑大老人一起做的时候呢，我们是用水煮的，然后慢慢给它蒸发掉。另外一个做法，其中一个老板也有跟我们说呢，就是用猪油来炸猪油。对，所以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猪油，所以我们要放这些剩的，慢慢给它的油跑出来。以后如果我们要煮多一轮，我们可以用剩下的油炸它。是，现在好像你就忙着在做猪油哈，然后我在这边只是煽风点火而已。好了，可以帮我准备那些韭菜，还有豆要帮你洗了，所以你帮我切韭菜就可以了。好，我拿来给你。哇，很好嘞！这个 chef 通常是苏 chef 自己去拿的，这个 chef 自己拿过来给我切的，而且还好声好气的跟我说帮我嘞。好，来。OK。帮我切酸干、红辣椒，还要做沙来的咩？哎呀，你没有看到以前的人他们每次在准备的时候还是小贩的他们都是坐在那边然后一脸的那种。你应该会了那个脸也是很正确哦。我写这个刀有点小错了。你要用我的刀吗？比较利一点。真的咩？好，现在我们的虾已经70% 熟了。不要完全熟，再捞出来。哇，不得了！可以了，不要怕。OK， 哇，今天的猪油很快。下一个步骤，我们要煮熟我们的手冬，也是一样70% 熟。OK， 猪油已经准备好了。你的韭菜、辣椒、酸干都已经切好了，现在可以准备我们的虾了。是。我这边啊。OK， 现在我们的油太烧，放这边。不要跑 ，OK 了，不要怕。所以这个它的猪油你不用怕了，不用跑了。我没有，我要去加水。你给我的这个虾酱烫。OK， 现在我们的冬已经熟了。OK， 我这边已经开始拔壳了我现在跟你说。OK， 那个虾头可以放在汤里面了。是。陈老板那时候跟我们说，他的高汤只有3样东西嘛。是。大骨、虾壳，还有猪皮。对，让它更加的有那个胶原那种感觉。对。是。OK， 那你可以帮我们切一点这个3层肉。它其实是蛮薄的嘛，对不对？不要太薄。不要这样子可以吗？再厚一点，再厚一点。因为炒的时候它那个肥肉会溶掉。大约这样，这样刚刚好。OK， 好。所以我们主要的材料分别就是这些了嘛，对不对？3层肉、手冬、虾、韭菜、猪油渣，还有面和米粉。你选择用的是幼米粉。对。为什么啊？因为每个老板都跟我们说，以前全部都是用幼米粉。是，这样是不是都齐全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调味料是虾露。虾露，对，他不是说虾露已经再也不从香港来到新加坡了吗？对了，但是我自己做的啦。OK。但是有一点用 shortcut 的，这个我已经准备了1个礼拜。我用鱼露。然后里面呢，我会搅一些虾酱，然后就把它放在罐子里头，让它发酵。对，所以这样就变成虾露了。对，其实我不是，其实我们要忠于原味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就是虾跟那个露掺在一起就是虾露了嘛。但是你准备这些酱最重要是时间。是，你看现在我们做的酱是很 muggy 的。是，所以你等1个礼拜
上面一层的 clear liquid 真的是虾露，因为它的鱼露的味道全部都盖掉了。是，最后重要的 ingredient 是我们的高汤。是还没有掀开盖子的之前呢，你就可以闻到啊非常浓郁的那个虾的那个味道，它的这个虾膏、它的虾壳，所有的这个精华都在里头。这个我就不妨试试啦。都是虾的味道。好 ，OK， 我们可以开始煮了。Oh yes, finally！ 我们的火炭炉已经准备好了。是啊，我都忘记了啊。我看到这个我还很开心嘞。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跟人家借来这个小凳子。好，我们把全部的 ingredient 带过去那边。好。真的是天不作美啊！就当刚才呢，我们准备好了呢，要去后面那边啊，开始炒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倾盆大雨，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把它移来里头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精神呢，就跟以前他们古早味的精神一样。如果他们是在那种露天摆摊的，对不对？他们一定是跑去那种五角鸡还是什么那边，继续要做生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要开始炒了。你今天要用哪一种炒法呢？有人说是一站式的，有些人说分3次的。今天我们用是柚米粉，是，所以我们炒一次过的哈。对 ，OK， 来开始用猪油，哇，烧了。这个呢肯定是有我黑的，哇。这个油我要丢掉，是因为这个油已经太烧了。是，今天有没有带来那个铁盘？有一个老板说，如果太烧，他们会放一个铁盘在那边嘛。哦呀，所以现在我要这样用 control，OK， 有一点难度。OK， 来这边加多一点猪油，先要炒那个鸡蛋。你要快点打了，快点打了。哇，你这样子打鸡蛋的方式也很 old school 嘞。以前呢，他们都是这样子打鸡蛋的。好，下一个部分你要帮我一下，那个豆芽。豆芽先上啊？啊，对。哇，你这样早就下豆芽，到最后那个豆芽全部不是变成软趴趴的。跟他们学的是这样的吗？他们也是这样啊。哦 ，OK， 好。OK， 现在我们放一点高汤，放旁边，我们要焖先，可以盖了。OK， 现在我们可以炒蒜了。多一点啊！现在那个蒜香味，然后那个猪油太棒了。现在我们可以调那个味道了啊！虾露一点就够了。哇，那个虾露的味道真的是OK， 觉得我们很多料嘞，要放全部吗？当然不是啦，可以放一半。给那个虾熟，还有那个豆冬完全熟。OK， 来，上碟了，哇，你看这个美。OK， 完成。那我们的这个古早味的福建炒虾面呢，已经顺利完成了。对，现在呢，你去擦脸一下，很油，然后我们就可以试吃了。Let's go。好 Justin, congratulations。其实刚才在看Justin 在翻炒的时候呢，我闻到那个味道。真的是那个香气扑鼻，食欲大增。来，真的是有那个我黑。其实那个虾露的味道，对不对？你一放下去的时候，真的是蛮重的那个味道。不过现在在吃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它似乎跟其他的味道融合成一体了。所以吃到的是一口又一口非常香甜。然后海鲜味很重的那个面，那我个人呢，我觉得我才满意80%。为什么呢？我觉得 OK， 全部的料理、全部的 ingredient 都是对的，但是最重要剩的20%是它的煮法，我还不够拿捏的那么准确。不过坦白说，这是你第一次在火炭上面煮东西吗？第一次。我觉得已经是做得非常的好了。谢谢。那个用火炭来炒东西呢，感觉如何？我觉得很 exciting 啊。因为通常在professional kitchen 里面火太大可以立刻调小。是。但是这边呢，要找别的方法，好像刚才放油在里面着火了，所以我们要拉开它。是要懂得随机应变对，因为这个火候很难控制。对。不过通过一个火炭式，就是几乎是坐在地板上这样子炒这个面的这个过程呢，不难发现早期的摊主在有限的条件里头呢，要创造出无限的佳肴上面那种惊喜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那时候的人虽然说生活非常的简单，不过
他们对这个烹饪呢有一定的那个认识，他们也懂得把一些很基本的材料化为神奇，然后炒出一道非常好吃的菜。我觉得，哇，这些老板真的是有那种passion，要留着这个古早味。我觉得我要跟着那种 passion 带回来这个火炭的味道，放在我的 cooking style。人家吃的时候，哎，这个味道很 familiar， 小时候我吃过，但是它看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希望呢，大家呢也要时时刻刻的记住啊，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旧的的确是比较好的，这个古早味呢，可说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呀，继续吃了，不要讲了。